我还问过 Melody， 我说 Melody 你有没有考试，有没有做过弊？然后 Melody 就看着我说 Why Why 为什么要作弊？对啊，为什么？我说其实台湾的孩子很多从小到大都很会作弊，包括爸爸在内因为我们都想要赢过别人，都想要用竞争的方式，所以教育其实到后来变成让我们就是很多投机取巧呀，而不是真的学到东西呀。其实那个我记得有一个教授在这个伯克利，他跟孩子就跟学生讲，他说你们考试不要作弊。他为什么？他说你现在作弊，你通过了什么什么，到时候哪一天你真的去做了那个 position， 你要去抵站一个 bridge， 然后你才发现说你是考试作弊来的，你不会设计 bridge， 然后那个桥结果结构有问题，然后就造成那个社会的伤害，造成那说划不来，你不要作弊，不会就是不会不要用那种作弊的方法去得到那个位置呀。你把真正会的人，你用作弊把那个真正会的人挤下去了，结果你变成是社会的败类。I was just reading a book today, 就是 as the book is called Writing Well. And then it talked about 为什么很多人对写作很恐惧，因为我们已经太成功导向，我们都已经想到我写完了之后我要拿到什么 grade， 然后它整个的呈现应该要是怎么样，到时候我们已经想到就是 end goal， 我们对这个过程就很恐惧，因为我们现在还是一张白纸。但是他就讲说，你现在先不要想到结局会是怎么样，你就想说你能够在这个过程里面很享受写作的过程。Like, what do you want to write abou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And how do you want to express it? 就是这种问题你多去花时间，而不要一直想说我写完的时候要得到什么 grade 或怎么样。他其实说这个也是一个 very American 的想法，因为 America is all about the accomplishment and how it looks and like, you know, 就是 the end product and making money. How can I sell the piece? 就是我写完我要怎么卖 and stuff like that. 就是你先不要去想这个，因为你如果一直去想人家要怎么买或者怎么卖，你不会写，就是你会恐惧啊。Don't think about that. Just enjoy the process. So 我觉得 maybe for me that was my education too. 因为的确就是因为我不是在一个传统的教育系统里面，对我来讲我没有那种像妈妈说什么考什么成绩的压力，因为我没有的比较I was the only person in my grade, in my class. You know, I'm the smartest one and the dumbest one. 反正就是 there's only me and my brother. 所以对我来讲，其实读书跟这个整个教育系统 is for me, it's not for anyone else.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其实的确就是在享受这个过程。I feel like 我在读的书，还有我在得的科系，不管是science, world science, or chemistry, or math, or statistics, I feel like I was doing it for myself, even if I don't enjoy the subject. 但是我会觉得 okay, this is my education, you know, 也没有感觉特别你们有给我任何压力，因为你像妈妈说放牛吃草所以至于现在如果我感觉我在什么方面是还有缺乏的，我需要再去学习的，我不会觉得很有压力我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会觉得 OK 那就理所当然，那我就去研究这件事情，我不会觉得特别的 anxious。 其实有时候爸爸我觉得你还蛮好笑，有时候我看爸爸他要学一些新的东西或他不懂的东西，你会好紧张哦，你超级紧张 and I'm like Why are you so nervous? 爸爸你们讲讲小时候累积的这个呀，到现在还是有一点，真的。不过也是因为有时间压力，就会让我特别惊恐。对，爸爸特别在这个时间上面，他以前常常都做噩梦，就是考试，我每次考试都梦到我考试写不完呀，然后就说糟糕，我就吓醒。很可怕，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太可怕的教育的那个系统里面出来的，真的呀。See, the thing about homeschooling is 我从来没有在写作的时候是被时间限制。Wow, good for you. I like 没人管你。 I never really felt that time pressure before. Like 如果我今天要写一个 essay 或者我要做什么功课 I had the whole day to do it. Can you believe 我大学联考的时候，我们那一年大学联考的题目叫做我所读过的一本书或者一本书的启示。 Actually it's an open question,
就是说你写一个书是你读过的，然后你从这本书得到的启示，就这样一个这么 open 的题目，他那个满分作文30分，我只得了8分。Do you know why？ 我写了一本我没有读过的书。I just made it up. Why would you？ 他只想政治是因为你没有读过书吗 Because I wrote a politically correct， 因为我就用了，我就写了一本书，是我们当年的总统的书。好可怜哈。然后那你还敢写一个你没有读过的？他就觉得是政治正确。我觉得说，他出这样的题目，一定是要我们写这样的题。political correct。对对，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在这种政治恐惧里面长大的孩子呀呀。你没有想说，他真的就是想要看你对于你真的有读过的书的想法。不知道。You just want to write what they want. Yeah, what yeah, you yeah, think yeah, that they want. exactly. Yeah, 就是写一个他们觉得是 Very sad. 对的书。Yeah. 所以我那次我的国文大概只有50-60分。Yeah. That is pretty sad. 因为 the book that I mentioned, Writing Well, it talks about like 因为这个老师他就是很会写嘛，然后他也是教学生怎么写。他说主要一个 principle is write for yourself. 你写任何东西，主要是 you have to realize you are the author. 所以你的成分是很重要。是很大的一个部分，你这个人很重要，你怎么表示你自己的想法，你的想法就是重点，所以你不要好像隐瞒这个东西 and write for yourself。 如果你觉得有趣你就写，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然后他自己也说，他说如果他学生今天跟他说，他觉得他今天写的这个是什么其他人会很喜欢读的，或者 it should fit in this magazine or it should fit in this because I feel like 他说通常他对这种 piece 都没有太大兴趣 because he can tell that they were writing it to try to say something that they think other people want to hear, but he wants to read what you want to say. Yeah.要 be genuine， 真的 Be genuine， 不容易啊，不容 Be 易。yourself， 因为那个要很勇敢 ，open 自己，真的把自己 open up。But the thing is, if 如果你真的愿意 be yourself， 然后写出来，你可能那天就会得到满分。但就是因为你想要去 please them， 他们就给你一个不好分数。真的。So the harder you try to be someone you are not， 是。The more you will fail because you are not. 可是我跟你讲，台湾的教育，中西方这时候教育的不同，真的是我们那个时候教育真的就是这样子呀。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慢慢改变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造成爸爸写任何东西他都有恐惧，即使那时候我们开始认识，然后他连写情书，连写这种信他都害怕。我连写信给我爸爸。他也怕，我没办法写。你知道我写给我爸爸信，我只写了第一句话：敬爱的父亲大人君见，就是用那种很 formal 的那种，然后写完第一句话，后面就不会了，像要写作文一样，但他就已经不会。然后后来我就，因为我那个时候每个月会寄钱回来家里，我就放个支票，然后就写不出话来。就很多东西被卡住了，情感也出不来，对，那种真诚真实的东西出不来了，你看多恐怖，所以他需要做内在医治。